第296章短暂的对决。大厅中忽然爆发而起的凶猛劲气，迅速地将周围的视线吸引了过来，带的这些目光瞧着那满脸凶戾的青年后，皆是一愣，旋即将幸灾乐祸的视线投向那正与青年对视的萧炎身上。显然他们都是认出了这位在帝都拥有着极大名声的年轻人。终于打起来了吗？大厅中，小公主含笑着摇晃着透明酒杯中的红酒，轻声笑道：那是木战。围在小公主周围的人中大多都是贵族子弟，因此一眼便是认出了那满脸凶戾的青年，当下脸色微变的失声道：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当年都吃过这个家伙的亏，难怪你说今晚会发生点有趣的事，原来是说的这家伙。望着那一身青衣的木战，柳玲也是愣了愣，旋即恍然地低笑道：帝都很多人都知道木战对米特尔家族的亚妃很有几分爱慕，当初在离开的时候还嚣张地表示谁敢碰亚妃便宰了谁。小公主脸颊上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目光瞥向那因为措手不及的偷袭而脸色阴沉的萧炎，道：他挺倒霉的，与正好撞见木战回来的时候与亚妃这般亲热。以木战的性子，今天晚上言萧十有八九都不会太过好受。当初木战在离开帝都之时便已经是3星斗师，再经过这2年在帝国边境军营中的历练，恐怕实力已达斗师巅峰了。不好受便不好受吧，招惹别人的女人自然是需要付出点什么，免得总是一副乡巴佬进城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模样。柳玲冷笑道：他现在可是巴不得有人出来挫挫萧炎的锐气呢。不过这里是纳兰家族，纳兰老爷子可不会让的木战太过放肆的，所以木战若是想要教训言萧，则是要选择最快的速度，不然等纳兰老爷子或者刚刚出去的米特尔、藤山回来，他就没机会了。小公主微笑道：今天下午萧炎拒绝了他的邀请，明显也是让的这位地位不凡的少女有些不满，所以此时他也并没有出去调和的意思。冷笑了一声，柳玲低声道：不过木战正好是那种一旦动手就从不废话的人，看吧，很快就要打起来了。说话间，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大厅的那处骚乱之所。萧炎拳头舒展而开，旋即又紧握而起，如此反复几次，方才将那股麻木的感觉驱逐。瞥着面前如深山猛虎般凶戾的青年，深吸了一口气，冷声道：脑子不对。先前的那一击，萧炎非常清楚，面前的这家伙绝对没有半点留手的打算，若是换做一个反应慢的人，恐怕反应不及之下当场就得重伤。所以对于这种莫名其妙便是出杀手的人，萧炎的心中也是充斥着暴怒。对着萧炎一咧嘴，一排白色牙齿颇为狰狞。这名青衣青年没有回话，只是将炽热的目光停在了一旁那俏脸噙着愤怒的亚妃身上，放柔了声音大笑道：亚妃，好久不见，又漂亮了呀，不愧是我预定的老婆啊。你这个疯子！亚妃脸颊因为愤怒而显得有些涨红，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着。她没想到2年没见，这个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蛮横不讲理，什么话都不说，便是直接对着人下辣手。言萧，你没事吧？快步走到萧炎身边，亚妃上下打量着，急忙询问道。摇了摇头，萧炎目光一直停留在面前的青衣青年身上，轻声道：他是谁？木战，3大家族中木家的人，一个很让人头疼的疯子。当初我出去历练，有几分原因就是想躲开他。亚妃苦笑道：下手狠毒，狠狠。萧炎轻声笑了笑，笑容中的阴冷杀意却是让得一旁的亚妃俏脸微变。别冲动，木战是木家年轻一代出类拔萃的新人，他当初在离开帝都的时候便是斗师强者，如今经过2年边境军营的历练，实力更是直追老一辈之人。熟知萧炎性子的亚妃知道此时的他是动了真怒，不过对面的木战也不是省油的灯，若是打起来，谁胜谁负还未可而知呢。当下赶忙劝阻道：小子，新来帝都的，难怪敢和亚妃走这么近。亚妃对萧炎的关心让得木战脸庞上的凶戾更是成了许多，扭了扭脖子，一阵噼里啪啦的骨头声响清脆地响了起来。萧炎抬眼瞥着
这位毫不掩饰自己心中杀意的青年抿了抿嘴，眼角在大厅中迅速地扫视了一圈。几名纳兰家族的族人已经开始退后，看样子是想去将这里发生的事情报告给纳兰杰等人了。或许亚飞所说不假，面前的青年也的确给了萧炎一种危险的感觉。然而即使如此，他却并未打算缩在亚飞身后，直到纳兰杰等人的到来。先前木战的那险些让得他重伤的偷袭，已经让得萧炎心中那压抑了1个月而未曾动手的欲望，夹杂着怒火彻底爆发了开来。所以这一次他不打算忍。漆黑的眸子盯着木战，亚飞的劝说被他屏蔽了过去，右手摊开，旋即一取，一股凶猛的吸力顿时便将脚下不远处的一根足有大腿粗壮的破碎椅脚吸进了手中。紧握着它，萧炎的身体陷入了寂静，瞬间之后，青色斗气再度暴涌而出，身体迅速闪开亚飞，脚掌一蹬地面，随着一道能量炸响，萧炎的身形几乎是化为一道黑线，闪电般的爆射向木战。小子，够种！狞笑着望着竟然主动攻击的萧炎，木战身体之上翠绿色的斗气喷涌而出，一对拳头竟然隐隐地化为了枯木的颜色。此时萧炎几人的这块地方无疑已经成为了大厅的焦点，而当众人瞧得那在木战面前不仅未曾选择退却，反而主动进攻的萧炎，清楚木战实力的一些人都不由得暗自摇头。想来在他们心中，萧炎的这一举动只是想要在亚飞面前露露风头而已。这家伙当真是自讨苦吃，安静地站在原地，等着纳兰老爷子他们过来，不是更好吗？偏要这般自不量力地冲上去，受人侮辱。瞧得萧炎的举动，柳灵摇着头笑着道，他也早就认识木战，所以非常清楚这个战斗狂人打起架来是如何让人头疼。看来再出色的人，在美人面前依然是免不了热血上涌啊。小公主晃荡着透明酒杯，笑容犹如小恶魔一般。他们这一群常年生活在帝都的人都不看好萧炎与木战的战斗，而在几人谈话间，萧炎与木战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闪电般的接触在了一起。面沉如水，萧炎冰冷地注视着面前那满脸凶煞的木战，在即将到达木战身前之时，脚跟一旋，身体诡异地窜现在了木战左手旁，右掌紧握，巨大的椅脚便是被青色斗气覆盖着，带起一股凶悍的劲风，毫不留情地对着木战脑袋砸了下去。察觉到头顶上方的劲气，木战冷笑了一声，拳头猛然上砸，然后与那坚硬的椅脚硬轰在一起。砰！随着一道闷声响起，大腿粗壮的椅脚就这般被木战生生轰得四下爆裂。而在轰断椅脚之后，木战紧握的拳头再度夹杂着劲气，闪电般的穿过飞射的木屑间，狠狠砸向后面的萧炎。脑袋微偏，那从遮掩了视线的木屑中爆射而出的拳头贴着萧炎肩膀掠了过去，凶悍的拳风让得他皮肤有种火辣辣的感觉。然而这点小痛并未迟缓萧炎的半分攻击，在木战的拳头贴身而过时，萧炎身体便是诡异下滑，在同一时间身体半翻而下，右掌撑着地面，腰杆半扭，脚掌在半空狠狠抡了半圈，然后携带起尖锐劲气，交叉着对着木战脖子切剪而去，那模样犹如是一对锋利的剪刀一般。嘿，不错，有些奇异的剪刀脚杀脚，让得木战眼睛泛起狂热，双臂护在颈间，泛着肉色的皮肤迅速化为枯黄之色，看上去犹如两截坚硬的枯木一般。躲躲！双脚狠狠地砸在木战手臂之上，却是发出两声古怪的声响，脚掌上所蕴含的巨大劲力也是让得木战退后了一步。不过木战的战斗经验远远超过萧炎意料，即使是在他退后之时，却依然是巧妙地稳下身形，脚尖狠狠地对着头朝下的萧炎脑袋踢了过来。对方的反应让得萧炎眼中飞速地闪过一抹惊诧，那用来稳定身体平衡的左手猛然一旋，在其他人不可察觉间，一缕青色火焰浮现了拳头表面，然后上砸而去，与木战的脚掌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轰！凶猛的劲气对撞从两人拳脚接触间爆射而出，而萧炎右手撑地处，几道细小的裂缝迅速蔓延了出来。哼！这一次的交错让得两人皆是发出一声闷哼，
萧炎右手轻拍地面，坚硬的地板轰然爆裂，而他的身形也是借助这股反推力弹射而起，然后轻巧地落回地面，小退了几步，将劲力化解后，脸色略显凝重地望着对面那在退后间将一张桌子碰得粉身碎骨的木栈。短短1分钟之间，两人便是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贴身肉搏战。先前的那轮交锋，不论谁稍稍失神，就将会被对方那毫不留情的攻击轰得极为狼狈。